Hello， 大家好 ，Hello， 我是天。我们今天呢也是来做手环开箱。我们今天要开一箱是小米手环第7代Mi Band 7。我们现在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手环配置。Mi Band 7是用了一副 1.62 英寸的 AMOLED 屏幕，最高峰值亮度可以去到500尼特。它这一次也有加入了100多种全新的表盘，让大家可以去更换，还有推出6种不同颜色的 TPU 抗菌表带。Mi Band 7也多了一个最大摄氧量监测功能，还有110种的运动模式，它还有支持5 ATM 的防水等级。相等于可以去到水下50米的深度。Mi Band 7也有支持全天连续血氧饱和度监测，还有全天心率监测和科学睡眠监测。在电池方面，它是用了180瓦的电量，官方显示普通使用可以去到14天，重度使用可以去到9天。它的重量是去到13.5个 gram。在马来西亚 Mi Band 7的售价是卖马币199。现在在我们手上的是小米手环第7代，上方就有写着小米 Smart Band 7，右上方还有一个小米的 logo。我们先来做一个开箱，里面就有给你一本厚厚的说明书，还会有给你一条磁吸的 USB 充电线。现在在我们手上的就是小米手环Mi Band 7，在背面的上方就有一个小米的 logo， 中间这个是它的感应器，下方这个是充电的接口。这一个就是小米手环的主界面，我们在上面可以看到今天是星期几，现在是几点，还有今天的日期，还有我们之前测试的心跳数据。如果我们从左边往右滑，就可以控制手机的播放器。我们再滑多一次，就可以看到今天的天气。我们从上往下滑，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信息提示。如果我们从下往上滑，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功能，有活力指标，在里面可以看到我们走路的步数，还有消耗的卡路里，也可以打开心率，在里面我们可以做心率检测，也可以打开 PAI， 在里面可以看到 PAI 的指数，我们也可以开启血氧，在血氧里面做检测指数，在运动里面就有非常多的运动模式，我们也可以打开全部运动。在里面就有做好运动的分类，像是室内运动，里面就有自由活动、划船机、室内健身、核心训练、混合有氧、重量训练、伸展、楼梯健身机、跑步训练，里面也有运动记录，在里面它也会帮我们记录每一次的运动情况，它还有运动状况，可以帮我们规划未来的运动量。也有压力检测、睡眠检测、天气功能、音乐功能、闹钟、日历，它也可以设定持续亮屏时间，可以设定5分钟、10分钟、15分钟，最长可以设定成20分钟。在表盘里面也有原装来的5种表盘，可以在手机 APP 里面的表盘商城下载更加多的表盘。表盘市场里面有非常多的表盘来去给大家下载更换。最近小米就发布了他们最新一款的小米手环第7代，对比上一代的小米手环6还是有差别的。主要就是这一次手环的屏幕从上一代的 1.56 英寸提升去到了 1.62 英寸，分辨率也从上一代的152×486去到192×490，所以在屏幕显示和观看体验都比上一代来得更好。屏幕峰值亮度也从之前的450尼特提高到了500尼特，在户外的太阳底下可以更清楚的看到手环的屏幕显示，而且还有加了新功能，就是可以让手环的屏幕持续亮屏，这样我们就不需要抬手或者点击手环的屏幕来去亮屏。在手环的电池方面，上一代的手环6只给到125瓦的电量，这一次的手环7就把电量加大成180瓦的电量，所以在续航方面小米手环7就会比较长一点，但是也因为电量加大的关系，所以第7代会比第6代重了一个 0.6个 gram， 但是在我的感觉上，就算重了一个 0.6个 gram， 戴在手上也没有什么感觉。在运动模式方面，第6代也只可以支持到30种的运动模式，最新的第7代可以直接支持到110种的运动模式，而且还多了一个专业运动分析，可以分析你在一整个星期的运动量，看看你是不是已经超过身体的负荷，再来帮你规划下一个星期的运动量，看是需要休息还是需要做更多的运动。最后我们总结，如果你现在戴着小米手环4或者是5，就蛮建议你们可以提升换去最新的第7代，因为第7代真的多了很多新的功能。如果你现在用这第6代，就可以考虑等出了第8代才换。也欢迎大家留言在评论区，看看你对这一次的小米手环7有什么看法。我们今天的开箱就到这里，如果对这个小米手环7有兴趣的朋友，都可以点击我们下方的 Shopee 链接来去我们的 Shopee 做这个下单。最后跟大家讲，就是我们有开了这个 YouTube channel， 如果还没有订阅的朋友，可以赶快来帮我们做个订阅。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